Hello，大家好。这一期的话，我们来看辛德拉绝活哥的一个出装符文搭配。像辛德拉的话，现在有2套的主流出装，更多人会选择仙宫那一套。这里面可以看到，这位绝活哥的话，他带的是暗黑收割。然后核心装备的话，第一件是选择做这个切法典。因为你想要叠这个暗黑收割的话，前期伤害不足的情况下，就必须利用大招去打残对方，去获得一个更多的那个伤害。然后这里面可以大招释放的过程中呢，是吧，也能去叠那个被动技能命中对方，也是可以叠被动的。对面是吃了眼的，所以先升2级。看到没有？这里面的话，1分钟叠了1层。像暗黑收割的话，已经可以看得出来，现在就是有一些 AD。不适合大部分的 AD 英雄，射手的话，极个别伤害爆发比较高的比较适合。这里的话又打了，又爽吃1层被动，就是2个被动一起叠，所以对于辛德拉来说，他线上手长的优势就在这里面，可以让他后期的那个斩杀线会提得更多。这是收集者的那个什么仙宫带来不了的那种效果。这里引燃接平 A 收掉对面的阿里。阿里看到没有？以后知道了吗？玩什么英雄打阿里，直接用辛德拉打阿里就行了。这里还单杀对面的闲暇之余还来支援了一波。轻轻松松拿到双 buff， 那这样的话，对方阿离的话，基本上等鞋子做出来，再把那个小法穿做出来，阿离的话是没办法兑现的。阿离的话主要是偏中后期的一个打法，他前期并不是很强势，5级算是小强势一波。刚刚有一个小细节，就是卡3Q。为什么辛德拉6到7级能有这个，就是总能单杀对方，就是有个这个小细节，卡第3下 Q， 就是你升级的那一下可以重置。就是你升级，就是你释放完2个 Q 以后，然后第3下 Q 呢，就是怎么释放出来呢？就是利用你升级以后，它会重置这个 Q 技能，然后再立刻释放，然后你就可以发现你的球附近的球可以有5个。这里的话有6层 Q 的大招，但还没接平 A 收掉。这里的话大招直接释放，但拖得太久了，可惜。
应该再早一点，不让拖太久的。但也算是有人头进账，但大人头被对面铁男给拿到。就说回刚刚的话，你可以看到，就是你们可以看回放哈，就是7成的一个大招，7个球的大招，不叫7成的大招。这里面绝活哥也说，暗黑收割的话也还不错。这里 W1，但对面盲僧过来了，只能说利用大招叠一层被动。别看这是钻石局哈，但这是赛季初期录的。好像是11月还是10月31号的时候录的。那时候这个段位啊，都是大师局，都是高手。这是钻石大师局。像刚刚有电刑的话，就可以阿里应该是死掉了，但这里面选择做的是暗黑收割。前期最强的带法就是辛德拉，前期最强的带法就是带电刑，但发育肯定没有仙宫那么舒服。这里的话，大招直接秒掉对面射手，但阿里一直黏着，没办法。阿里有大招的话，其实跑不掉。哦，这里打断啊！利用探照的一个视野，记住他的位置。这里面对面围绕的铁男打出了一个很大的优势。这边除了中单，其他路都是劣势。像打团的话，尽量用 WE 起手；消耗的话就用 Q 去消耗。WE 的话，W 的那个会更快一点，QE 的话会慢一点，所以打团的时候尽量是用 WE。完了，这样的话，这里 WE 你看到没有？闪现过来 WE 直接是落点。W 的命中率是一定是很高的，这里的话，晕住再把射手秒掉，利用 Q 看看有没有机会，但对面的阿里很凶，没有闪现了，可惜。
差一点血，但被动跌到了，也是爽吃的。刚刚的话就是只要在拉扯，对面的话主要是技能是没办法啊，对面直接一个突进脸上，只要在攻击距离的话就没办法再拉扯了，所以撤啊，把人头收下，然后叠完被动以后安稳的撤退是最好的。现在是完全是可以秒掉对方那个的，就找个比较阴险的地位 ，WE 命中以后再接 Q， 然后直接给大招，6个球的大招，哦不是，是那个5个球的大招，基本上是对面射手位置是扛不住的。哦，这里的话直接秒掉，毫不犹豫 ，WE 命中以后啊，晕住直接毫不犹豫的给大招。其实像脆皮的话，到了就现在开始的话，中后期开始，一个大招半血的话是可以秒掉的。但这里的话，前排太顶了，拖得太久了。这瞎子的伤害，你说这还不踢0打野吗？就打野，我跟你说，大家想玩打野是吧？啊，先从男刀入手，男刀的入手会更那个，更适合新手，更简单一些。盲僧的话还更吃一些就是进场的一个机会，男刀可以他的进场直接翻墙过去，啊接 W 起手接 Q 接大招往后拉，或者说啊直接大招起手翻墙 Q 过去 W。那你潜行状态你就别先 W 了哈，你就先 Q 过去，再 W 贴身 W， 别傻愣愣的。就你这个就是看你自己去玩了以后，你怎样起手会更适合你，或者说每个战局会有，就是每一个对局都会有不同的现象出现，你是怎样起手会更好，或者说还是先拉扯一下。不过那个潜行时间肯定就不太允许你太多的拉扯哈。这里利用闪现赶紧跑 ，WE 打断对方铁男追击的啊动向，回去可以把法爆球给做出来，这样的话法川哦，这里命中，直接大招收掉。你可以看到这里面法爆球搭配这个暗黑收割的一个爆发伤害，真的很恐怖哦。就前期虽然说确实打一些啊打离的话还是没问题，因为手长。这里的话，瞎子直接找个机会秒掉。对面镜也是怕了这个辛德拉的伤害，直接利用大招来清兵线，大家可以学习一下，如果玩镜该怎么去应对一些情况。这里被发现了，立刻跑。本来想找个机会啊蹲一个人，但好像不太允许。
像你可以看到，带仙弓的辛德拉他们为什么要带那个海克斯闪现呢？因为他们需要更多的创造输出机会，然后去偷钱，然后去更快的发育。但这里面没有必要说太关键的那个，一直要说打输出，只需要去半血的时候去消耗一下，然后去叠被动。然后后期的话，完全就是可以一套秒人。你看在这里阿狸的话有金身，队友没有压到这个金身的话，被他跑了。那这条小龙可以稳稳的给拿下了。两边进行了个2换2啊，那个盲僧过来，反倒是被一套技能收掉。好，大龙的话也可以到账了。铁男在这大招直接收掉人头，轻松拿下。这里可以看到辛德拉出了这件大家都比较少C 位比较少做的这个借势，它的效果主要有一个点就是就是会显形，就技能命中的时候会对对方显形，就是而且是600码范围之外的英雄，所以基本上他的技能是肯定是都是600码开外的。可以就是对那种600码开外的英雄造成额外的90%伤害。所以他的大招啊，像E技能推出去那个伤害，而且是可以释放的过程中往后拉，这样的话也可以拉开这个距离。这里的话，找一波机会，找到中路的这个。上路的这个辅助，直接一套秒，大招都没给到。这里的话，阿狸金身可以的，很帅。好，那这样的话，这套符文和装备还是蛮不错的，大家可以尝试一下。好，那这期的话就到这里啦，欢迎大家的收看。